伊斯兰革命卫队继承伊朗，强硬外壳下，伊朗死局将至。如果有一天伊朗真的迎来溃败，或许美伊的打击只是最后的推手，真正造成伊朗失败的，恰恰是一直以来代表伊朗发生战斗的革命卫队。这支被伊朗吹嘘的强大力量，吞噬国家财富，挤压民生，一点一点掏空了伊朗这个国家的根基，最终导致美伊战场上伊朗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地。只是本应保卫国家的精锐力量，究竟是怎么演变为一个毒瘤的？伊朗又被这支力量拖累成了什么样？我们先回到一切的起点，伊斯兰革命卫队是怎么诞生的？1979年伊斯兰革命之前，巴列维王朝的帝国武装力量是整个中东最像样的现代化部队。这支军队由美国一手训练和武装，拥有当时最先进的F-14战斗机、M60坦克和庞大的海军舰队。然而，正是这份精英出身，为他日后的悲惨命运埋下了祸根。革命胜利后，以霍梅尼为首的新生政权对这支效忠于前国王的旧军队充满了不信任，因为一个字：怕。他们怕这支军队哪天反手一击，把他们从宝座上掀下来。所以他们上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对这支军队展开一场大清洗。数千名军官被处决、监禁或强制退役，整个军队的指挥体系被彻底打碎重组。到了这种地步，霍梅尼依然担心他们会发起政变，于是伊斯兰革命卫队诞生了。所以革命卫队的诞生根本不是为了抵御外敌、保卫国家，而是镇压内部意见，保卫革命政权。让革命卫队真正蜕变为庞然大物的是持续8年的两伊战争。战争初期，遭受重创且不被信任的旧军队在战场上表现不佳，霍梅尼不得不将革命卫队大规模投入前线。借此机会，这支原本只有3万人左右的治安武装人员和装备疯狂扩张，迅速膨胀为一支拥有海陆空3军的精锐部队，完成了从政治警察到正规武装的转型。问题来了，既然革命卫队已经发展成了一支正规武装，那原来的伊朗正规军怎么办？伊朗的选择是2支军队并立不就行了？于是伊朗就成了最奇葩的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养着2支互不隶属的军队，名义上两边平级，都听最高领袖的指挥，但谁亲谁输一目了然。一边是原有的旧军队，现称伊斯兰共和国军队，伊朗人自己叫它阿尔泰什。这支部队拥有海陆空3军，现役兵力约35万到42万人，名义上是负责国土防卫，实际上既分配不到资源，还要被送到战场上当炮灰。据伊朗国际电视台报道，美伊开战期间，共和国军的伤员想要送去医院救治，革命卫队却直接拒绝运送，理由是救护车和血浆不够。前线士兵甚至每人只发20发子弹，连喝水吃饭都没法保障。大量共和国军士兵眼看这仗没法打，直接成群结队的跑了。反观伊斯兰革命卫队，这是伊朗现在绝对的亲儿子，兵力将近20万人，拥有独立的海陆空3军，还有自己的情报系统和特种部队编制，垄断着伊朗几乎所有的弹道导弹力量，还控制着核计划。这种畸形的双轨架构从一开始就埋下了祸根。而当革命卫队不但握紧了枪杆子，还伸手去抓钱袋子的时候，伊朗这个国家真正的灾难才刚刚开始。军队经商，这放在任何一个正常的国家都是绝对的红线，毕竟有枪又有钱，那还要政府做什么？偏偏伊朗做到了。两伊战争结束后，革命卫队士兵面临复员，刚刚上台的哈梅内伊也需要巩固自己的地位。面临这种情况，哈梅内伊想了一个招：复员干什么？干脆去搞国家建设吧。刚好是战后百废待兴，全都是大把的机会，一边安置人力，一边战后重建，简直是双赢的买卖。于是1990年，革命卫队旗下最著名的公司哈塔姆安比亚工程总部成立了。它迅速垄断了伊朗全国，大部分公路、大坝、油田和地铁项目，德黑兰的地铁是他修的，波斯湾的石油平台是他建的，所有赚钱的大工程都必须先过他的手。之前被袭击的南帕尔斯天然气田，实际掌握这个项目开发工作的就是革命卫队。他做这些生意可以说毫无压力，因为他有特权，免税免竞标，优先获得银行贷款，普通银行跟他竞争门都没有。而在伊朗关键的石油收入上，革命卫队也没放过。据经济学人报道，伊朗的石油出口表面上由国营公司负责，实际上原油配额早已被大约20名权贵寡头掌控，而这些权贵多半与革命卫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革命卫队旗下的圣城旅还控制了伊朗25%的原油产量，他们把石油变成了直接可变现的资产，通过私人网络转换成现金，流向各个部门的秘密账户。到这时候，可能会有人好奇，国际制裁不是把伊朗经济卡得死死的吗？
革命卫队凭什么还能这么肥？其实这才是问题的核心。因为对革命卫队来说，美欧对伊朗的长期制裁非但不是他们赚钱的枷锁，还是他们最牢固的护盾。正规的国际贸易渠道被堵死，普通商人进不来也出不去，那谁有本事搞到紧俏物资呢？只有手握军队控制着全部边境通道的革命卫队，他们利用这种控制权垄断了走私贸易，并赚取惊人的过路费。这样下来的结果也很明显，钱源源不断地流入了革命卫队的口袋。据伊朗议会2026年的一场听证会披露，由革命卫队主导的复合体组织掌控的经济规模已经超过伊朗 GDP 的 50%， 年收入高达500亿美元。更夸张的是，它垄断了全国 57% 的进口和 30% 的出口贸易，民生商品、电子产品以及医疗物资等资源都要经过它的渠道。这意味着革命卫队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军事组织，而是一个盘踞在国家经济命脉上的超级垄断集团，是伊朗的国中之国。除此之外，国家预算的天平也完全倒向了革命卫队。伊朗开放数据的一项综述显示，革命卫队的年度军费预算大约占了伊朗官方国防支出的将近一半。这还只是明面上的账，因为伊朗的军事预算接近一半来自石油配额和特殊项目抵免，而革命卫队基本早就控制了伊朗的石油收入端。也就是说，革命卫队不仅是军费的最大受益者，还是军费来源的最大掌控者。那到底报多少钱，不还是革命卫队说了算吗？但革命卫队可不只拿着枪杆子抢钱袋子。当一支军队既掌握着国家最强大的武装力量，又掌控着超过一半的经济命脉，它就不再是国家的军队了，国家反而成了它的提款机。这直接引起一连串连锁反应，首当其冲的就是内部腐败。2026年1月，革命卫队圣城旅的指挥官伊斯梅尔·卡尼被指控挪用军费。圣城旅是专门负责海外行动的精锐部队，级别有多高就不用多说了。卡尼本人更是哈梅内伊的心腹，从基层一步爬到了伊朗军事权力的顶端。可就是这么一个人，他涉嫌挪用了革命卫队近7亿美元的军费。这笔钱本来是用来突破国际制裁，维持伊朗军事运转的，但卡尼和他的同伙把它变成了私人资产，洗钱转移资金，在莫斯科、土耳其和乌兹别克斯坦购买豪宅。事态严重到哈梅内伊甚至拒绝跟卡尼会面，这在革命卫队内部是极为罕见的举动。随后卡尼一度被传失踪。圣城旅指挥官尚且如此，往下数还有多少这样的人？卡尼不是个案，他只是冰山一角。那么问题来了，革命卫队的腐败为什么能搞到这么大？答案很简单，他们的账本根本没人能查。革命卫队的经济系统极其不透明，其财富几乎不受任何机构审计，仅向最高领袖一人负责。据相关数据估算，革命卫队通过免税特权，每年让伊朗政府流失约300亿美元的税收收入。伊朗政府2025年全年税收才约128亿美元，仅占经济总量的 2.5%。革命卫队一家偷走的税收，就是政府全年实际税收的2倍多。政府既拿不到太多预算，又收不上税收钱，但赤字就在眼前。伊朗政府只能通过印钞填补赤字，结果就是货币严重贬值，通货膨胀飙升。根据数据分析，目前的里亚尔对美元汇率已经跌至约150万比1，较2016年贬值超过90%。这个最低工资约为100美元的国家，1公斤红肉要价超过1000万里亚尔，换算一下，一个伊朗人整月的收入买不到15公斤肉。主食大饼价格同比飙升120%，医疗用品上涨50%，超过40%的人口跌入绝对贫困线以下。伊朗政府被迫重新启用面包券制度，这是自2伊战争以来伊朗首次恢复配给制。几十年过去了，这个国家绕了一大圈，又回到了分配食物的日子。而这也造成了政府和革命卫队之间的冲突。看起来伊朗好像是一致对外的，实际上内部矛盾早就压不住了。此前就有消息人士透露，在美伊停火协议达成的前几天，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一次内部会议上当面指责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批评革命卫队擅自升级军事行动，打击邻国基础设施，警告若不停火，伊朗经济可能在3周到1个月内全面崩溃。佩泽西奇扬还要求革命卫队将行政与管理权力交还政府，但被瓦西迪拒绝。在伊朗的政治体制里，总统是民选的，名义上是国家最高行政长官，但革命卫队总司令却可以当面拒绝总统的要求。原因很简单，总统指挥不动军队，但革命卫队可以拿捏着军队来指挥总统。佩泽西奇扬曾试图任命一名新的情报部长，瓦西迪干脆否决了这一任命。这一任命本该交由现任最高领袖莫杰塔巴来裁决的。佩泽西奇扬多次要求与莫杰塔巴会面，但通讯渠道被革命卫队完全切断，会面请求石沉大海。甚至瓦西迪直接表态，鉴于战时的特殊环境，这些领导职位应当由革命卫队来监管。
所以革命卫队在实际上已经控制了伊朗的核心决策层，所谓的民选政府几乎形同虚设。革命卫队在枪杆子、钱袋子之后，又抢过来了实打实的政治权力，便开始肆无忌惮地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伊朗的每一个角落，然后把每一件事都办砸。先说军事，伊朗可以说是士兵、指挥以及战略3大层面上的全线溃败。在革命卫队这个披着军队外衣的超级垄断集团眼中，士兵算什么？比得上流到手里的钱吗？据伊朗国际电视台援引消息人士的话，伊朗普通士兵月薪仅约70美元，微薄的薪资与飞涨的物价形成残酷对比，甚至多次延迟发放。革命卫队导弹部队按说是伊朗军队里待遇最好、资源最充足的部队，但是战争爆发后，这支部队竟然也出现了通信设备故障和食物短缺的情况。指挥官宁可让士兵饿着肚子，也要优先把技术零件送到导弹发射车上，连最精锐的导弹部队都吃不上饭，普通部队什么待遇可想而知。此外，革命卫队因为损失惨重，曾经尝试动员预备役部队，然后应征者寥寥，相反更多人希望的是带着家人离开伊朗。然后是指挥系统的失灵，革命卫队的晋升逻辑其实不是看本事，而是看忠诚。但是这种靠关系上位的指挥官，一到真刀真枪的时候，跑得比谁都快。据伊朗国际电视台披露，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指挥官马吉德·穆萨维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直接从前线消失了。操作人员形容他们的任务近乎自杀，士兵的家属们忍无可忍，直接向革命卫队高层投诉指挥官弃军而逃。高层指挥官要么跑路，要么在袭击中身亡，剩下的人要怎么打这场战争？而且最重要的是革命卫队对战争的态度。正常人对战争都是唯恐避之而不及，但革命卫队不一样，看他们的发家史就知道，战争是革命卫队最好的养分。所以整个伊朗应该没有比革命卫队更期待把战事延续下去的了。如果这时候谁还相信革命卫队的疯狂是为了复仇，那就想得太简单了。看看他们在这场战争中的收益，就全明白了。打仗打到最高领袖没了，总统被架空了，最高领袖到现在也没有公开露过面，只有书面说明，革命卫队反而成了伊朗唯一的话事人。这个情况已经足以说明一切了。战争是他们转移国内矛盾的最好借口。经济崩溃，怪美国和以色列制裁和封锁；民生凋敝，怪美国和以色列轰炸。只要战火不停，革命卫队就能一直把矛头指向外部，掩盖他们掏空国家的真相。所以革命卫队的军事策略，与其说是深思熟虑的国家战略，不如说是一场不计后果的导弹狂欢。管你3721，我只管发射。于是海湾邻国就受难了，邻居发疯，导弹哐哐朝他们头上发射。甚至伊朗炸的还不只是军事目标，2.9的全球铝业生产基地被炸，科威特的发电厂和海水淡化厂被毁，卡塔尔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基地被炸。这种战略上的愚蠢导致了伊朗在外交上的空前孤立。虽然还有中立派想要通过和解解决事端，但是还有强硬派支持美以继续打下去。佩泽西奇扬看得比军方清楚，他明白袭击邻国纯属自断后路，所以他屡次出面踩刹车，又是向邻国道歉，又是坚持要和谈。但是革命卫队只给一个回应，那就是继续射导弹，这样反而让外界看到了伊朗政府的无力，看到了伊朗真正的话事人是谁。总的来说，现在的伊朗已经陷入了一个死循环，因为恐惧政权不稳，所以必须绝对压制，因为追求这样的压制，那么必然挤压民生，滋生不满，因为民众不满情绪蔓延，政权更加不稳，于是需要更残酷的镇压，以及更疯狂的对外施强。或许这就是伊朗的宿命，它无关乎某种具体的政策失误，而是因为这个权力集团最底层的生存逻辑就有问题，外界施予的压力只是让伊朗在这个循环里无尽的打转。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革命卫队会将伊朗带到怎样的结局？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